今天就来分享我们晴华鹿苑的浇水方式。鹿角蕨虽然是蕨类，所以很多人都会误会它，以为它跟一般蕨类一样喜欢阴暗潮湿的环境，但是鹿角蕨却完全相反，它最重要的就是干湿循环。它没有那么怕干，反而是怕每天都是湿哒哒的状况下它才会死掉。所以通常鹿角蕨浇水方式就是一次把它浇湿，然后之后可以晾起来好几天，它干了之后再浇水就可以。那今天就来分享给大家说鹿角蕨可以怎么浇水。如何判断它要不要浇水呢？就是可以用手去摸看看它的介质。这个介质水苔啊，摸起来表面还有水汽的话，就代表完全还不用，因为里面它有很多的水分。这种摸起来，表面已经蛮干的，然后拿起来也蛮轻的，这就可以拿去浇水了。鹿角蕨的浇水方式其实很简单，首先大家可以准备一桶装满水的水桶，或是在家里的话有洗手槽，就这样子里面装满水。那水位的话，尽量要到达它这边整个水苔的深度，然后我们就可以这样整个放进去。这样往下压，可以发现它有很多的气泡跑上来，这就代表说水分在进入里面。大概要泡多久呢？可以其实简单的话就是3到5分钟，或是等到这个气泡完全消失，代表它整个介质都吸满水。很多人会担心说，可不可以泡到芽点？其实没关系，也不用担心。然后我们就是这样整个泡进去，用泡盆的方式。这样加满水之后呢，我们就拿起来，发现它重量比原本重很多，拿起来沥干这样就可以了。然后我们就可以挂回原处，然后下一次再等到它干了再浇水。大家切记不要每天浇水，因为每天浇水的话，它湿哒哒的，对它的根系反而不健康，会烂根，会死亡。鹿角蕨有一句名言，就是呢，它不太会死，它是一个生存能力很强的植物，但通常都是被关亲死跟被淹死的。所以大家不用怕它渴到。当然，我手上这个板是已故鹿角蕨它最后的遗产水苔，所以我们要来榨干它最后一个残留的东西。最常见呢，鹿友的浇油方式就是用喷雾这样喷的表面湿哒哒的，或是用浇水的。但是其实啊，可能你觉得表面已经很湿，然后开始滴水的时候，以为它水分都有吸够的时候，但其实完全不然。上买鹿角蕨多多少少外面一定会长上一层青苔，然后或是水苔老化，所以它的渗水性其实不是那么的好，或是有些是到了很干之后，其实水分是很难进去的。所以光用喷雾表面这样喷湿，其实水分都没有实际的进入到里面，所以才造成这样的状况。那我们今天就来试看看，用一样的方式，表面喷得很湿哒哒，然后我们把它解剖，看看里面水分到底有多少。今天就准备了1桶水，然后我们把表面都这样子喷湿，然后这一段会快转，但是我们会喷很湿很湿给大家看。可以看到已经喷到在滴水咯，好，我们继续。好，大家可以看到它其实看起来已经都在滴水，然后水分感觉很足够。然后你看表面都湿哒哒的。好，我们这时候来剪开来看它水苔的内部到底实际的水分有多少。这是我的万用剪刀解剖。大家可以看到里面其实是超级无敌干的。可以看到表面这一层是有湿润，但里面啊水苔颜色都是白色的。喷雾的方式去浇水的话，一定时间要拉长，一定要浇透。要不然有时候它水分其实内部是缺水的。那如果大家还是想要用优雅的方式，就是这样子淋的话啊，还有一个小技巧可以建议给大家。水淋上去啊，你会发现水其实很容易从表面这样滑掉，很难吃到里面。所以有一个小技巧就是可以在上面挖一个洞。我们现场来试看看。那我们就可以在这上方这边挖一个孔，这边如果太近的话，它有时候根系会长上来，还是会受伤。那我们就在这上方。那我们这边的话就会这样子，稍微用剪刀弄出一个孔，这样有一个孔就好。那我们浇水的话，你可以看到这个孔洞，就会让它吸收的水分比较多。浇水还有一个要注意的要点就是，其实到了冬天这种常常阴天的天气啊，浇水频率就可以拉长，然后不用浇到大湿。你长期都在下雨的话，它就会一整个月都湿哒哒。所以我们会依照季节来去做调整。冬天的话，你可能就可以浇到7分湿就好，但一样都还是要浇透，浇到里面。然后还要依照一些品种，每个品种稍微去做调整。
那像这种的话，就是没有挖孔洞，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它的透水性。可以看到它的水分啊，流掉的就会跟刚刚差很多，都会从表面上这样流下去。当然大家就可以看出来这两者的差别，小小的细节可以改变很多。其实大部分好养的品种啊，浇水方式都差不多，只有一些比较娇贵难养的浇水方式，我们这边以后也都会特别做介绍。所以大家如果有任何问题的话，都可以下方留言问我，都会一一做回答。那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